Hello，大家好，我是 No 哥，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这次的排行榜我加了2个条件来更好的去审核这些牌组的强度。第一个是加了总和的胜率趴数，总和只要有 55% 的胜率呢，它就是 T0。总和有 50% 以上的就是 T1， 总和 45% 以上的就是 T2， 总和 40% 的就是 T3， 低于 40% 的基本上属于娱乐牌组，那我们呢就不会显示第二个条件，如果游玩的数据太少的，这里没有显示超过 1% 的，我们都不会记录在强度排行榜里面比如说从这里开始有超过 1% 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这个评分当然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想法的，也是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本周的强度排行榜。第一套 T0 牌组，自爆此怪、达克莱伊，还有赤面龙。这一周呢，有很多人呢都把赤面龙换成代售，有些人呢是各放1张，有些人是直接放2张代售。如果你们是欧皇的，代售放2张是没有问题的。代售的问题是它撤退需要3颗能量，它的好处呢是它有机会可以打出0、30和60的伤害。如果你觉得你不是欧皇的，直接带2张的赤面龙也是可以的第二套 T0 牌组，甲克忍蛙、达克莱伊和赤面龙，这里呢是只带了1张的头盔、2张次日跟2张的叶子。好，接下来是 T1 牌组，椰蛋树，这个呢也是本周的冠军牌组之一它是只带了1张的史拉比、2组的椰蛋树，椰蛋树非常的强这里呢是带了2个头盔。如果你运气很好的，一个反伤20再加正面80就可以直接打100的伤害这个伤害呢非常的夸张斗篷呢基本上是要给史拉比使用的，当然给椰蛋树呢增加它的生存能力上限也是 OK 的那这里是带了2张的利加和2张的伤药，是可以一直的帮他回血，帮他坦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用史拉比来收尾就 OK 了。毕竟椰蛋树呢只需要1颗能量而已，这也是没有放撤退的手段的。椰蛋树呢基本上就会直接砍到死之后呢，就用史拉比呢来收尾就 OK 了。接下来的是自爆雌怪、飞腿狼、马夏多还有快拳狼这一套是斗系的自爆雌怪那这套牌组也是非常的强我们可以用飞腿狼去踢对方的后排，马夏多可以帮他们报复。快拳狼是可以打前面的，当然你如果不想要带快拳狼的，你要带大冲压也是 OK 的3合1存完能量了，我们就用自爆史冠来打这个110的爆发。这套牌组呢只带斗能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就是帕奇利兹，这套牌组只有2张的基础宝可梦，那这2张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速攻牌组，只要填2颗能量给他，再加上道具呢，他就可以直接打80点的伤害。道具呢，我们这里是放了5张因为怕呢起手没有道具就会蛮亏的嘛，毕竟我们是玩纯的帕奇利兹牌组嘛。那这套牌组呢也是蛮强势的主打一个速攻，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试一下。好，再来的是战锤龙战锤龙呢1颗能量就可以打130的伤害，如果是加上路卡利欧就可以打150，这伤害呢非常的高前面呢，如果我们是有飞腿狼或是快拳狼的，我们都可以去先打这个伤害，尤其是飞腿狼，我们先可以踢后方主要的宝可梦，之后再用次日呢把它拉出来，用战锤龙把它收走，马夏多也可以帮他们报仇的，所以呢这里的伤害非常的高这套牌组就是看战锤龙能不能快一点出来吧。那路卡利欧就是来加他们的整体的伤害的还是蛮可观的。好，再来的是远古巨艇、蒂亚卢卡还有梦幻那这套牌组的缺点就是，如果你梦幻起手他受伤了，对方用次日就可以把他抓出来打。我们这里呢是有带了1张的伤药啦，现在的伤药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有了斗篷呢，大家的血量上限就会增加嘛，那对方很难一拳把你秒掉了。那有可能呢，你再补一个伤药呢，就有机会多活1个回合好，接下来的就是马纽拉，马纽拉搭配达克莱伊，再搭配这个花岩怪那最主要是前期的这一波爆发，达克莱伊在后面填1颗能量给达克莱伊，触发它的特性，打对方20。再来呢，你使用小光把达克莱伊的这颗能量转移到前面的马纽拉，马纽拉就可以打出这个70点伤害，所以总共呢是可以打90点伤害，这个伤害非常的高花岩怪呢也可以直接先扫一波全场10点伤害，你们再用次日呢把对方的抓出来，马纽拉也是可以再打这个70点的伤害，所以这套牌组呢蛮强的好，再来的是帕路奇亚搭配马纳菲，再来是水伊布，还有1张的极冻鸟。这次的是多了1张的极冻鸟了。那马纳菲呢，如果第1个回合就可以把能量充给帕路奇亚跟极冻鸟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赚它可以2只都一起充能。那马纳菲如果是后宫呢，基本上都有机会冲到2轮，那冲到2轮就是4颗能量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看说到底要上极冻鸟呢去先打伤害，或者是说用帕鲁去打150的爆发
接下来的是远古巨艇加椰蛋树啦。那椰蛋树呢，现在还蛮强的嘛，在有利加的加持下呢，其实它的生存能力非常的高哦。这也是一样呢，带了2张的头盔，就是要来反伤的。椰蛋树在前面带头盔扛伤害，我们在后面可以养蜻蜓，蜻蜓只要成型了出来，就是可以打120把对方给收走哦。所以这套牌组还是蛮强势的哦。再来的是 TE 的最后一套双弹瓦斯达克莱伊，双弹瓦斯站在前面放毒，达克莱伊站在后面呢，通能顺便触发它的特性去打这伤害。这样呢，达克莱伊的被动是20，双弹瓦斯是打30，再加中毒是40，所以呢，一个回合里面就可以打60点的伤害哦。这个伤害呢，不逊色于达克莱伊跟马纽拉的搭配啊。马纽拉跟达克莱伊呢是可以打90嘛。它是可以打60，虽然少了30点伤害，但是双弹瓦斯呢，它不是 EX 宝可梦，就算被对方昏厥了，对方也只拿到1分哦。那这一次的这套牌组呢是没有带这个阿杰的如果你们想要带阿杰，你们可以把1张的次日跟1张的叶子呢改成阿杰，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有带阿杰的话，它可以更好的把双弹瓦斯收回手再放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送掉这个双弹瓦斯啊。双弹瓦斯只要是被昏厥了，基本上就是达克莱伊来收尾哦。接下来是 T2 的牌组，没想到呢暴雨龙竟然掉到 T2 了。这套暴雨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啦，就是暴雨龙加甲贺忍蛙和赤面龙哦。也是带了1张的次日跟1张的叶子。暴雨龙呢，相信已经大家非常熟悉了，这也就不多做介绍了。它还是非常的强啊，只要暴雨龙养出来了，基本上呢是无解的节奏哈。再来的是喷火龙牌组的，这次本周的喷火龙表现呢没有特别的好啊，不如上一周啊。这里的喷火龙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说有稍改了一点点，就是带了2张的伤药。刚刚有讲了嘛，其实伤药在现在版本还是蛮不错的。那因为喷火龙是可以1拳就1个小朋友，所以它是不用带次日的哈。好，接下来的是宝石海星、帕路奇亚跟马纳菲啦。基本上呢，这里的就是马纳菲先手填能量给宝石海星跟帕路。下个回合呢，宝石海星就可以上场去作战了，之后可以用帕路来做这个收尾啊。这套牌组是蛮依靠马纳菲跟小霞的，所以如果小霞不给面子，或者说马纳菲没有起手，再加上如果宝石海星没有来，可能就会大崩溃哦。但是如果很顺的话呢，其实是还蛮强势的一套。好，接下来的就是皮卡丘牌组啦。这个皮卡丘、帕奇利兹再加闪电鸟，再加1张的电击兽啊，这一套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动哦。这一周玩皮卡丘牌组的玩家也是很明显的有在下滑哈。好，接下来的是烈焰猴了。烈焰猴呢，差点没办法上这个榜啊，原因是呢太少人玩了，数据太少。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没有1%哦，它是 0.98%。它的胜率呢是比我们的美露美塔还高那一些。猴子如果没有卡的话呢，其实是还蛮有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少人拿它来玩哦。它的最强的爆发就是火焰鸟呢填能量给烈焰猴，然后打出这个140的伤害。下个回合我们可以用小光再加手填，把火焰鸟的能量再填给烈焰猴，然后烈焰猴又可以继续的再打这个140的伤害。这里是没有带次日啊，如果你们是想要带次日的，可以把1张的纳兹换成次日哦。接下来 T2 的最后一套牌组就是美露美塔了。美露美塔、蒂亚卢卡、梦幻 EX 哦，这套牌组的梦幻如果起手就会非常的尴尬哦，所以尽量不要起手拿到只有梦幻，那你就一定要上梦幻的，那这非常尴尬。梦幻基本上在这里的是来打一个伤害的哦。蒂亚卢卡呢可以把这个能量充给梦幻，梦幻下个回合就可以来收了，或者说它可以充给美露美塔。美露美塔是可以来打爆发伤害的，这套牌组的关键的输出基本上是美露美塔哦。这里也是带了2张的伤药，是带了2张的头盔的。当然，你如果是想要带斗篷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带这个斗篷的哈。上一周我看到有人有留言说，美露美塔带头盔呢是没办法反伤的。这个我要讲一下，美露美塔的被动呢是扣20点伤害，只要你打超过20点的伤害，有头盔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反伤的哈。接下来就是 T3 牌组。这个是皮卡丘、帕奇利兹跟雷电斑马，还有1张的闪电鸟哦。皮卡丘这一套呢掉到了 T3 啊，觉得蛮惊讶的。上一周呢我是没有把雷电斑马放上来的，上一周的数据太少了，所以呢没有把它放上来。那这一周呢，它数据是有达标，但是胜率不是很高哦。那小光呢可以把皮卡丘的能量转给帕奇利兹，或是转给闪电鸟，或是说转给雷电斑马呢去打这个伤害的都 OK。道具呢，这里是带了2张的斗篷跟1张的头盔啦，因为皮卡丘跟帕奇利兹的血量都偏低嘛，有斗篷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的。带3张呢，是怕说我们的帕奇利兹他抽不到这个道具，可能他就打不了这个伤害哦。
其实3张也是算偏少了。如果你们觉得要更安心的，其实可以带4张哦，可以再把1张的小光换成这个道具，这个大家可以再试试看。好，接下来就是史拉比牌组了，没想到这次史拉比直接掉到了 T3 啊。那史拉比牌组呢是一样，也是带1星1救的耶诞树，再来带是君主蛇的。因为现在君主蛇并不是特别吃香啊，首先它是2阶进化宝可梦，再来的是说它血量也不是特别的高。现在的版本来说，很高几率呢，它会被对方用次日把它抓出来打，或者是被纳兹换出来打哦。所以本周的史拉比呢，其实还是靠耶诞树的会比较强一点点。当然，新版的耶诞树呢，对付一些高能量的宝可梦呢，还是非常的有料的。因为这次我们是靠这个胜率来排这个强度排行榜的，那它的胜率呢是非常之低哦。接下来的最后一套 T3 牌组就是超梦了，这个超梦差点进不了我们的 T3 哦。为什么呢？因为 T3 是 40% 以上的胜率嘛，这个超梦刚好在及格线上面。那不知道呢，下周还会不会看到超梦啊？那超梦的问题就是因为2属性的牌组越来越强了，再加上呢现在强势的牌组伤害越来越高。还有就是斗篷的加入嘛，超梦呢150的伤害可能很难昏厥掉对方哦。这里的牌组其实是一样的，梦幻也是一个弊端，但是如果你不带梦幻的话，在对付一些牌组呢，可能伤害会不够哦。毕竟超梦是要丢能量的，所以沙奈朵的进化还是非常的重要。超梦爱好者有开发出更强超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赶快的用超梦来多玩一下，提高它的胜率啊。今天的强度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本周的 T0 有2组哦，自爆紫怪跟达克莱伊，跟甲贺忍蛙和达克莱伊啊。然后很明显呢，其实这里的我们就会发现，达克莱伊才是现在的版本之王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期的强度排行榜有什么看法哦？好，喜欢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哦，大家拜拜。